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最近政坛一下子冒出两件大事。第一件，中共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李干杰3天里忽隐忽现，一下有名，一下消失，搞得神神秘秘。第二件，北京大阅兵前夕，军方高层又出现人事大地震，内部权斗的味道越来越浓。这两条线索现在都指向同一个大问号：中共4中全会前到底谁在失势，谁在清算谁？先来看李干杰的时间线：8月20号到22号，中纪委书记李希在山东连跑3天，高调喊话要打好反腐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就在第二天，8月23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中央代表团赴西藏的消息，副团长名单里赫然有李干杰的名字。他跟王沪宁、张国清、胡春华、张生明一同被点名。但怪就怪在隔天8月24号，人民日报再报道代表团返回北京，副团长却只剩下4个人，李干杰消失了。结果3天后8月26号，他又突然出现在北京，出席统战系统的培训班，还发表讲话。这样先有名再消失又复现的戏码，在中共的官媒版面上几乎是前所未见。更敏感的是，坊间传闻李干杰的妻女曾与原山西省省长金湘军的家属关系密切，甚至在山西活动时被地方高层部监控，全程录音录像，涉及卖官鬻爵的证据被上报。虽然这个说法还没有被证实，但和他被调离中组部、对调统战部的时间点几乎重合，这就让人怀疑他的麻烦究竟是贪腐还是站错队，靠山倒塌。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得回到他一路的升迁轨迹，看一看这位清华出身的技术官僚是如何从一名核安全专家一步步爬升到习近平人事大管家的位置上的。李干杰今年61岁，湖南长沙望城人，家境普通，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从小读书刻苦，17岁考入清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业。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核安全局北京中心工作，从基层工程师做起。期间曾公派赴法国留学，精通法语，在核安全与环保领域逐步升迁。1996年，他做到核反应堆处处长，还曾挂职湖南平江县委副书记。1999年，又短暂转向外交系统，任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秘书，仕途首次跨界。此后回到环保系统，2008年升任环保部副部长，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这份履历在当年的中国可算是稀有的精英技术官僚，但在中共体制里，光凭能力上不去，必须要有贵人。李干杰的第一个贵人就是湖南老乡贺国强。贺国强出身化工系统，后来一路做到福建省省长、重庆书记。2002年进入常委，出任中组部部长，成为江泽民制衡胡锦涛的重要棋子。正是在他掌管中组部期间，李干杰的仕途开始提速，短短不到2年，就从厅局级一路跃升到副部级，完成了第一次跨越。2012年18大，贺国强卸任，江派退场。照理说，李干杰的仕途应该止步于专业口，但第二个贵人出现了，清华帮的陈希。陈希与习近平是清华旧识，坊间传言是上下铺兄弟。18大前后，陈希帮习近平补上博士学位，重建清华系人脉，替习在党内元老间消除疑虑，建立了深厚信任。正因如此，李干杰得以被纳入陈希的视野。2016年，李干杰首次离开专业系统，被空降河北任省委副书记，重走了当年陈希的仕途路线，这是明显的提拔信号。之后，他先后任环保部长、山东省长、省委书记。2022年20大更进入政治局，接替陈希出任中组部长。这一切正是陈希有意的布局。陈希选中李干杰有几个考量：其一，听话。李干杰出身技术口，缺乏独立人脉，不会挑战体制；其二，年龄合适，形象干净，能在反腐高压下充当门面；其三，
可以在陈希退休后继续延续政策，形成延长线。对习近平来说，能接受带有江派背景的李干杰，完全是出于对陈希的信任。总结来看，李干杰的仕途有3个阶段：第一，靠贺国强完成技术官僚到副部级的跃升；第二，靠陈希完成跨界进入地方，再返中央，最终做上中组部长；第三，则是今年春天被蔡奇压制，调到统战部，表面平调，实际边缘化，从人事总管到陪衬角色，这意味着他已经失去核心地位。中共20大之后，李干杰看似稳坐中组部长，实际上却早早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中组部到底听谁的？名义上，中组部长直接归中央书记处领导，主管党务的常委蔡奇握有最后拍板权，但李干杰真正的伯乐却是陈希，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尴尬的局面。李干杰必须同时向蔡奇和陈希交差，矛盾的裂缝很快就在具体人事任命中显现。传闻某省副书记的人事调整，陈希倾向于扶植清华背景和自己渊源深厚的技术官僚，蔡奇则要安插北京、浙江系出身的自己人。这样的争议一旦出现，李干杰就必须选边站。可是无论他选谁，另一边必然得罪。结果是，在蔡奇眼里他执行不够坚决，在陈希眼里他又不够听话，夹缝中的李干杰渐渐失分。当下县官不如县管，陈希已无力一锤定音保护他。2025年春天，这场戏剧性的中组统战对调终于登场。表面上，李干杰仍是政治局委员，仍列书记处，但他已被踢出权力中枢，从党的人事总管降格为对外统战陪衬。这看似平级调动，实则意味着李干杰在党内人事权的舞台已经出局。换句话说，他成了蔡奇与陈希权斗的牺牲品。李干杰的去职表面上是一次职务对调，但细节拼凑起来却能看到背后的权力逻辑。首先，李干杰的仕途几乎是陈希一手打造，从核能专家到环保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再到中组部长，每一步都踩在陈希设计的阶梯上。如今突然被踢出中组部，转往统战，与其说是李干杰失势，不如说是剑指陈希。一些异常细节更能说明问题。李干杰任中组部长时，没有按惯例兼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石泰峰一上任，就立刻补上这个名衔。自2024年3中全会后，习近平每次外出考察，李干杰都不再随行，打破多年惯例。这些都在暗示他早已调出核心圈。而更巧合的是，3中全会期间就传出习近平疑似中风的消息，此后大权旁落的传闻愈演愈烈。更关键的是，与李干杰有关的人马正在接连出事。湖南老乡周德瑞、前山西省长金湘军、前财政部农业司司长吴奇修、中组部副部长李小新相继落马。陈希时代的心腹彭金辉、曹兴信、李建春也被调离或查办。这已经不是巧合，而是一次有计划的釜底抽薪。李干杰被拔掉，等于陈希多年布局付之一炬。这不仅是清华帮的溃败，更释放出一个信号，连上下铺兄弟陈希的系统都保不住了。如果习的权力还像2-3年前那样稳固，就算李干杰妻女涉及金湘军案，有人握有录音录像，也不可能被公开捅出来，因为打李干杰就是打脸陈希，也等于质疑习近平的用人。如今这些被明目张胆地放上台面，显示习的庇护网正在松动。而这并非孤立，秦刚、苗华、李尚福、魏凤和相继出事，何卫东长期失踪，马兴瑞中途换班，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嫡系。如今李干杰也步入同样轨迹，说明习已经罩不住他的小兄弟们。换句话说，李干杰的失势不仅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沉浮，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习近平权力的旁落。当连陈希栽培的接班人都保不住时，人们不得不问，习的保护伞还能撑多久？
李干杰的异动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场针对习整个用人体系的外科手术。从山东旧部被查到妻女牵连传闻，再到中组部旧部被系统性清洗，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习家军正在遭遇有组织的清算。问题在于，这股力量是因为习已经失去压制能力，还是党内反习派已经集结成型，开始逐一清理习的核心人马？答案还未揭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干杰的落子让今年10月的4中全会更像是一场倒计时的终局战。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